我们先调一个底色，先把底色调好。我们底色是这个太白加三青，太白加三青。好，我们把这个三青和太白调和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底色调匀，一定要调匀哈，一定不要怕浪费时间。我们不管调了什么颜色，都要把颜色调匀了。看一下这个底色调的怎么样？如果这个底色调的太稀了，你们可以再加一点。我感觉有点稀哦，有点稀，我们再加一点太白进来，不要太稀了，比较淡。再加一点太白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太白和这个三青把它调匀了，一定要调匀，里面要调的没有一点点这个蓝色的这个丝出来。藤黄、朱标。我们这个颜色是有藤黄、朱标、玫瑰红、胭脂，还有三青这几种颜色。好，我们调色的时候只能调一点点哈，不要调太多颜色，因为这朵花是浅色的，我们一旦调多了，它就变成深的了；调多了，它就变成深色的了。所以调色一定要小心啊，调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开始，我们还是一样调色，先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，薄薄的一层，不要太多了，一定不要太多了，一点点。然后调一点这个朱标，笔尖稍微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一丁点就可以了，因为这朵花它颜色特别浅，浅到基本上就特别浅的那种，看不到的那种。就是我们要画出那种浅浅的感觉，就是刚开始你看的时候，你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东西似的。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穗瓣的组合啊，穗花瓣大部分都是一些穗花瓣的组合。像这种白色的花，我们到最后还要进行提的，最后一样的，我们要进行一个提炼，把这个白色再把它提出来。先开始我们要画出这个花的姿态和形态。然后到最后我们要去提，好，一样的是各种各样的穗花瓣，我们去组合啊，
我们去组合这种各种各样的碎花瓣。这些花瓣你自己能画出多少种姿态，你都可以啊，你都可以画上来，就是自由的去发挥，自由的发挥，然后画出各种各样姿态的这种花瓣，有长的，有短的，有圆的，有扁的，各种各样姿态都有，就是要有变化。我们一直说的画画就是在画变化，就是在画变化。颜色一定要调匀啊。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啊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去组合，你能画出多少种形态、多少种姿态的这种碎花瓣，我们就画出多少种。就是你笔尖，但是你笔尖一定要蘸颜色，因为只有笔尖上有颜色，你才能画出这种层次感来。笔尖如果没有颜色，是没有这种层次感的。我们有的时候这中间是要稍微的深一点点去提出来，中间有一块稍微深一点点的，但是颜色一定要调匀，要有让它自然的过渡，不要一下子深一下子浅，我们要让它自然的过渡。如果感觉太深了，我们可以把它综合一下。好，这个花瓣也可以有大有小，像这些慢慢的可以画一些稍微大一点的，只有中间这一块它会有一些红的，有一点红色的。特别画这种浅色的花，特别省颜料。我们后面画这个外面这一层的花瓣的时候，我们蘸了藤黄，蘸了珠标之后，我们不要蘸这个玫瑰红了，我们可以蘸一点点这个三青，蘸一点点三青来画。
哦，这个笔上没有底色了，我们等下沾底色了，已经干了，已经画不出来了。我们用这个笔肚沾一点底色，用笔肚沾一点底色，然后继续调颜色。我们可以倒过来画，可以这么画，换一种方式。我们先把这个玫瑰红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现在我们倒过来画，把玫瑰红调一层，淡淡的调一层，淡淡的，非常淡哈，非常淡，不要太深了，调多一点，调到2/3，慢慢的均匀的晕到这个笔的2/3的地方，一定要调匀，一定要慢慢调。然后我们笔尖蘸这个3青，笔尖蘸一点3青。好，我们这朵花反过来画，我们现在把它反过来画了啊。两种配合来画，现在我们再把它反过来画。反过来画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笔要有变化，不要一直圆圆的，不要画的太圆了，不要画的太圆，一定要讲，一定要看这个变化，一定要调匀哈，调匀才是最重要的，颜色没调匀怎么画都不行。每一层不要太宽，有一些很窄，我们要画出这种很窄的这种层次感来。待会儿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处理，那这个花瓣有可能它会尖一点点，有各种姿态的花瓣，姿态很多啊，颜色没有调匀，你看就不能着急哈，千万不能着急，这个颜色一定要调好，颜色调好，你画出来这个花瓣它才好看。颜色没有调好，你这个花瓣它就不好看了。我们待会儿还会把这个花瓣进行处理。好，我们可以画一些大的花瓣啊，有一些大的我们可以这么滚一下，就像我们画了个大花瓣，底下的那个大花瓣一样的，往外滚。像这个花瓣也是一样的，有大小的这种变化。当然这个边缘我们一定不要滚得太齐了，不要把它画得太齐了。好，有一些这种碎瓣，一样的有这种大花瓣，我们可以两笔配合。好，现在没有这个底色有点干了，笔上有点干，我们再沾一点底色。然后还是一样，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2/3的地方，2/3一定要慢慢调，调到2/3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加这个花瓣啊，继续加这个花瓣。好，我们画这个花瓣不要画的太圆了，我们一定要有变化，有层次，有变化。好，再沾一点，笔尖上再沾一点。我们现在画这一笔，画一些，在下面画一些这样卷起来的反瓣，我们沾一点这个珠标，沾一点珠标。
卷起来，像这样子它卷起来这些反瓣。所以一朵花它里面的姿态，你要掌握好它的所有的姿态，也是要一段时间，也真的是要你有够热爱才会有这个耐心和细心去学习。如果说你没有那么热爱，真的是没有耐心去把它学好的，一定要有热爱。好，这些反瓣我们让它包起来的这种感觉，有点包起来的这种感觉。好，里面这个再多画一个层次，让它这个反瓣里面还有反瓣。然后我们再画一个大一点的。这里2层多一点层次，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反瓣里面的正瓣，我们就要用深一点的颜色去把它填充了。深一点，我们可以蘸一点这个藤黄，蘸一点这个朱标，蘸一点朱标。最深的地方我们可以蘸一点胭脂啊，蘸一点胭脂，因为它不够深，不够深的话，我们蘸点胭脂，把这个空里面填最深的颜色。好，要慢一点哈，这种层次加上去要慢一点。可以慢慢的，这边不要那么深，慢慢的浅一点，越到外面的一层越浅一点点。浅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朱标，稍微蘸一丁点这个玫瑰红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。好，我们把这个
笔上现在有点干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用笔肚加一点底色，好，我们这个根部用这个蘸一点点这个牡丹红来提一下，蘸一丁点哈，一丁点就可以了。蘸一丁点牡丹红，把这个根部，把刚刚反方向画的这个根部稍微的提一下下，就是把这个白的地方稍微提一下，不要太深的颜色哦，一定要浅，颜色一定要浅。好，我们再画下面的这个花瓣，下面这个画几个这个大花瓣就好了。其实你们在视频里面，我们不知道看的颜色正不正哦，不知道看的颜色正不正。我们最后还要进行调整，它干了之后，它颜色又会变一点点。好，我们这个往外展的这个大花瓣，我们先画一个，在这里画一个大花瓣，但是这个大花瓣我们不要画太宽了，画窄一点。我们慢慢往这里推，哎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长一点，有的时候又可以窄一点，让这个花瓣有变化，好，这样子过来，然后这里是不是少了一个花瓣？我们在这里再加一个花瓣。这里加一个花瓣，我们颜色不要让它跟它一样的，我们稍微来一点区别。稍微让它跟这个花瓣有一点区别。好，我们让这里再来一个更大一点的花瓣。我们这个更大一点的花瓣，我们在调色中，我们因为只有一个花瓣，所以我直接这样子加进来，把这个三青哦，不是三绿哦，这个三青调到这个笔肚上，和这个胭脂混合在一起，把这个三青和这个胭脂混合在一起，加点底色，三青和胭脂混合在一起，调成这种灰灰的颜色，这最后一笔啊，它的颜色又是不一样，会有一些区别。然后一样的，我们调一点点这个珠标，藤黄我们就不要了，调一点珠标，均匀的晕开，然后调一点这个玫瑰红，也是一样的，要调到笔的1/2啊，慢慢的晕开，让它慢慢的均匀的晕开，然后笔尖再来一点点胭脂，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了。我们再画一个大的花瓣，刚刚那朵花上大家看到没有，有一个超大的花瓣。好，这个花瓣的一边。
慢慢来啊。花瓣还是感觉它还是不够长，不够长，我们再把它拉长一点，拉长一点点。好，一个大花瓣，一个超大的一个花瓣。然后这朵花的一个大概轮廓已经画完了，然后我们再去进行调整。好，我们画一下这个褶皱感，回一下笔，可以有些地方可以回一下笔，中间回也可以，往里回也可以，这样子回，让这个花瓣起到一点这种纹路出来。上面的这个花瓣也是一样，可以来一点纹路出来。偶尔扫一下纹路出来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。扫一些纹路出来。好，我们这朵花再进行调整，这朵花还要进行调整。我再把它提一下啊，这个深色的地方让它更深一点。我们呢，把这个深色再提一下，让中间这一部分更深一点，这样子它的一个整个层次感它才会出得来。把这个深的提得更深一点啊。深的地方提深一点。好，我们还要处理一下这朵花，我们还要进行处理一下，还要用这个太白，用这个太白再把这朵花再提一下。笔尖蘸这个太白啊，笔尖调这个太白，把这朵花有些地方我们再用这个太白再来提一下，让白的更白，让这个对比更加强烈。
把这个白的再提出来。我们提的时候不要画太圆了。其实这个提出来，我们现在提的时候它很白，等下它干了，它其实会淡很多。我们让它均衡一点啊，这里少一点点，让它这个过渡自然一点，不要让它一下子就蓝了，一下子就白了。我们少一点点，让它有一个均匀的过渡。这里可以加一笔。这个花的话要拿远一点看，它会好一点。来太近了看，调整好一点。之前我们画这个冰罩蓝玉的时候也是这么画的啊，也是这么画的，只是说颜色上稍微会有一点点区别，颜色上会有一点点区别。只有花的形态、姿态会有一点点区别。然后我们画一下叶子，好不好？画一下叶子，加上一下叶子。这朵花，叶子我们先画一个嫩枝干，嫩枝干我们用这个藤黄加三绿，这个盘子里正好有这个藤黄加三绿，用藤黄加三绿调和，然后蘸一点这个珠标，这里有珠标，蘸一点珠标，然后调一点胭脂，水分不要太大了，不然会淹的。珠标胭脂，然后画一下这个嫩枝干，从这里出来。好，这里有叶子，把这个叶子伸出来，夸张一点。这边还有叶子，那这个叶子我们就长在这个花下面。画这个叶子的话，可以用这个嫩叶子的颜色，用老叶子颜色也可以。我们白天画的那个老叶子颜色还有，我们继续用。这个颜色是这个花青加藤黄加了墨，花青加藤黄加墨调和的这个颜色，花青加藤黄加墨调的这个颜色。我们画的时候再蘸一点浓墨，画的时候再蘸一点浓墨去画。
这一组叶子它在这个花的下面。好，我们要看得到一点叶子。这一组叶子我们可以把它画长一点。哎，是不是看不到了？我们拿开一点，把这些东西，因为它这个是一个长方形的纸，到这边看不到了。画这个叶子的时候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画出这个叶子。这是一片叶子。那么还有一边还有一片，这一片我们可以画的不一样，可以画的那个姿态可以画的不一样一些。这边本身还有一片，那么这边这一片我们就不这么画了，我们等一下可以画一个薄一点的层次在这里，就不画出来了。我们可以让它长出来，从这边长过来。让它这样子长。这个是它的3片叶子。还有这边我们来一组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画成一片叶子。这边我们让它画满叶子。还有这个枝干，我们把它加一下，叶柄加一下，不是枝干，叶柄加一下。好，这边再来一组叶子。这里来一组叶子吧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在这里我们画一个花苞吧，画一个小花苞。这里来一些淡叶，来一些嫩叶，这上面也添加一些叶子上去。我们画一点点枝干啊，这里只画一点点枝干就可以了。
画一个小嫩芽，这个枝干让它伸出去，伸到这边来。好，我们勾一下叶茎。好，勾叶茎，我们不要勾的太多，一片叶子勾2-3笔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画上这个花心。花心的时候，我们要分组，中间我们可以来一组非常密的，其他可以让它浅一点点。那这个花茎是什么？小瓶。这个小瓶呢，这个小瓶是自己用过的，这种眼霜的小瓶。然后你把这个太白和藤黄调和在一起1:2的调和在一起，装在这个瓶子里。然后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了，不用每次去调，不用每次调，就比较方便。好，这个花心也不需要点太多，我们点花心的时候，中间这里点一个大的组合，很密，然后旁边一些稍微小一点的组合，然后偶尔跳出一点点到周边去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点的太多了。
好，这个花苞是那种还在里面的花苞啊，还没长出来的那种小花苞，一点点。